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玄子。上集我们聊到 SUB、XM、XX 这些集可能改变世界的结算层加密币。有些朋友可能觉得说，小玄子，黄金跟白银涨40%，我错过了，这次我能不能赶上？别急，今天我们来讲一个连我自己讲完都头皮发麻的金融剧本，就是美国可能真的准备用 SUB 来还债。你以为我在说小说吗？不，这可能是现实的金融大戏。先看事实，美国国债现在已经突破36兆美元。光利息就超过国防预算，川普可能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，不是喝咖啡，而是问，今天咱们的利息付了没？若美国再印钞，可能会搞垮美元地位；若选择加税，民众一定会暴动。那如果是消资呢？那想必国会吵翻天。这时你会问，小玄子那要怎么做？我的答案是，系统级金融重启 reset， 虽然有点疯狂，但还算是合理的剧情。美国将用债换币，这场戏的主角就是上集说过的 SUB， 它不再只是区块链小币种，而有可能变成金融重整的主角。传闻指出，美国政府可能透过 IMF、BIS 等机构，利用国债去购买SUB或抵押兑换，以建立一套新清算体系。听起来像阴谋论，但换个角度看，这其实是有编制、有逻辑的金融工程。就像用信用卡刷黄金，你先刷，黄金涨价，你账单等风险淡出。美国要做的就是用国债这张账单转成SUB资产去再估价。我们用剧本来假设一下，如果美国要用1兆美元的再换币，SUB从1美元涨到10美元只是初步重估，若进一步作为全球跨境结算工具，每日承载数兆美元流动量，那价格到100美元、500美元甚至1000元都不再是梦。这不是炒作，而是资产价值与角色的再定义，这是金融魔术，像是告诉大家，我们没赖账，只是把账本换一个 app 记下了。这时候你应该会想问，小玄子，这样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其实全世界都知道这场戏，但全世界都会跟着演下去。你可能会想，其他国家怎么会答应这种剧本吗？答案是会的，因为各国都拿着美债，没人想看到美国倒掉。毕竟若倒了，就1毛钱都拿不到，所以世界各国宁可选择一起换个账本，也不可能选择换一堆废纸回来。IMF 说，我们推个代币化跨境结算平台吧，各国央行会配合说，好吧，这样我的债也可以一起转入，这样世界就达成一种全体默契金融升级。表面是技术改革，实际是债务赦免。有看上一集的朋友们，就会联想到结算层的币种。SUB 这阵子在帮 Mastercard 的信用卡公司做实验，用 SUB 做信用卡交易的结算。如果这个试点成功， SUB 的角色就不只是加密资产，而是支付基础建设的一部分。所以目前有关 SUB 的 ETF 也都在陆续审核通过中。这个时候你应该会想，小玄子，那大家赶快买起来囤一波吧。别急，如果现在大家一窝蜂冲进去买，你会发现一个很残酷的事实，你永远买在新闻标题出现时，而不是买在资金真正流入的那一刻。大家一定要先搞懂一件小事， SUB 的钱不是当天买进去的，是走 T+1 的流程。很多人在推特上问，奇怪 ，ETF 上线当天，SUB 价格怎么没有直接起飞？为什么只抖一下就没了？是不是利多出尽？小玄子来告诉你，不是利多出尽，只是流程还没跑完。我举个超简单的例子给大家，今天麦当劳要补鸡肉、马铃薯、汉堡肉的时候，他们会怎么买？麦当劳每天用量超大，怎么可能去全联、家乐福一包一包拿？根本不够塞牙缝。这跟设 PTF 补货的逻辑一模一样，所以他们不可能一开始就跑去交易所买 SUB。那会先去哪里呢？先去产地源头扫货，也就是机构爱用的 OTC 场外市场，数量大价格稳，也不会造成市场暴涨。那如果今天麦当劳需要100吨马铃薯，结果产地只能给70吨，那怎么办？麦当劳这时候才会跑来传统市场，做大量采购剩下的30吨，也就是只有在场外不够 ETF 时，才会进交易所扫货。所以你现在看到SUB价格没有动静，反而代表一件事，源头供应量还能满足目前 ETF 的需求。只要某一天 ETF 流入更大，场外供应撑不住，必须到交易所补货，到那时候你就会看到SUB的 K 线直接被拉起来，交易所深度瞬间被吃光，整个市场才会真正感受到 ETF 的买盘。所以真正会让SUB价格喷涨的是 OTC 不够，不得不扫交易所的那一天。所以大家一定要先有，因为没人知道何时 OTC 数量会不够，但也不要重仓买入，看目前的情况，SUB还有机会下跌捡便宜。小玄子自己是在1块左右设买点，给大家参考。真正会让SUB价格喷涨的是 OTC 不够，不得不扫交易所的那一天。所以大家一定要先有这个概念。现在看不到烟火，不代表后面没有主秀，只是现在还在后台备料期而已。换句话说，现在你看不到什么惊天动地的涨幅，
不代表事情没在发生，只代表主力还在吃货阶段而已。这个时候你应该也会有疑惑，为什么不是比特币或以太币跟黄金呢？而是说，好问题，因为 BTC 太慢，而 ETH 太贵，交易 gas 费爆表，但是不3秒内结算，节能，可审计，可监管，而且重点是，SWAP 不是完全去中心化，而是适度去重控，可对接传统金融，这就是央行与 IMF 最爱的类型，叛逆的刚刚好，并且这不能做即时跨境清算，低成本，可监管，又能让资产重估，而黄金与 BTC 无法做到这种速度与流动性。Ripple 公司还早早跟全球300多家银行与支付机构合作，从日本SB到帛琉、不丹，再到美国申请联邦特许银行，这条路早已铺好。最近在一个讨论 B2S 做 BTF 的 Twitter Space 里 ，Ripple 的技术大脑 David 说上线讲了一段话，我听完是鸡皮疙瘩起来的。他说，区块链的主流采用不会是自下而上，而是跟早期网络一样自上而下。什么意思？不是每个人都要会开钱包，技师要自己当银行，而是机构先在后台把区块链当作底层管线，然后银行、支付公司、清算机构随后接上，然后有一天你刷卡、汇款、跨境收款的时候，背后已经在跑这不美区块链，你却完全没感觉。就像我们当年第一次用 email、Google 的时候，没有人在想我今天使用了 IP、HTTP 协议，你只是打开浏览器、登录、发信，背后的技术是被封装起来的。这就是 Ripple 公司一开始选择的那条难走的路。ZERP 不拼硬币价格，而是拼合规。他们不开赌场，而是拼结算层；不做短线情绪，而是建立长期金融基础建设。所以你会觉得 ZERP 很久没大喷，因为人家这10年在做的是水管，而不是烟火炒作。最后，我还是要再三强调，小玄子分享的不是保证会发生的价格，我给你的是可能发生的金融剧本，还有在这些剧本里，一个普通人可以怎么思考，怎么拿回选择权。美国会不会真的用国债去换 SWAP？ 会不会透过 IMF、BIS 玩溢出用新清算层重估全球资产的大戏？老实说，没有人可以100%保证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债务问题不会自己消失，法币的魔术只会越用越歪，世界一定会往新的金融基础建设推进，不管最后赢家是 SWAP， 或是稳定币，还是某种 CBDC 组合。你可以选择当看新闻、骂政府、什么都不做的吃瓜群众，或是慢慢理解这些结算层资产在干嘛。用自己承受得住的部位，在这场系统及重启前先站好位置的人。最后一样老话一句，本集所有内容都是小玄子个人的研究与思考分享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你的一切投资决策一定要自己评估风险，自己负责。我个人是把大概这不在意美金附近当成一个分批布局的区间，不是孤注一掷，而是慢慢加，慢慢调整，给各位朋友参考，不是叫你复制贴上，而是让你自己开 Excel 排一下部位。最后老话一句，风险是留给没准备的人，机会是给看懂的人。我是小玄子，朋友们，我们下集见。